这个女人又拽又飒，她外出时总是保镖环绕，秘书和助理每一个都必不可少，一亮相便成众人瞩目的焦点，成为万众注目的明星。她就是我们故事中的女主角世莉。她不只是韩国大财团的掌上明珠，更是一个自身就掌控财团的女强人。她有着自己亲手打造的品牌，世莉总是热搜的常客。面对源源不断的绯闻，她所关心的却是照片中自己是否够美。她总要求自家品牌要出类拔萃，真可以说是个工作狂，把事业放在首位。世莉的父亲因违法经济罪被捕，今天法庭判他缓刑，他获得了自由。为了庆祝这一喜讯，全家人欢聚一堂，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，实际上却心机深沉，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人物。就在他们争执不休之际，世莉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，在众人注视下走到餐桌边。对于世莉来说，回家不过是走个过场，没有丝毫感情。世莉向父亲打了声招呼，就打算告辞，父亲却当众宣布将继承人的位子交给世莉。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世莉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。他转头看向父亲，父亲给出了解释：世莉离家出走，自立门户已10载，与那2个无能的儿子相比，世莉完全有能力掌管好公司。世莉环视餐桌旁的每一个人，然后目光落在母亲身上，母亲给了他一个摇头的眼神，但世莉并没有按母亲所愿，他表示愿意接管父亲的公司。世莉与父亲谈话结束后，立刻告辞离开，以免影响大家的食欲。此刻的世莉心情仍旧难以平静，母亲找到世莉，想说服她放弃继承权，看来他们母女关系并不和睦。今天是世莉公司测试极限运动产品的日子，在即将到来的董事会上，她的继承人地位将被公布。兴奋的世莉打算亲自参与测试，员工提醒她今天的风势有些异常，但她太兴奋了，没把这提醒放在心上。她说有风才能飞得更远。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世莉开始尝试滑翔伞。她在蓝天中翱翔，脚下的景色尽收眼底，美景让人心旷神怡。世莉在空中欢快地旋转，然而突然之间，她看到了天空中居然有拖拉机飞过。晚了一步的世莉朝远处望去，天气突变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雷声轰鸣，远处的龙卷风迅速逼近。接着，世莉也不幸被卷入了风暴。她正处在朝韩非武装地带的北边界。这时，一个英俊的男人出现了，他是男主角郑赫，出身军人世家。在执行任务时，郑赫被枪声吸引，来到了朝鲜的一个军事警戒区。这里是一伙盗墓贼非法挖掘文物的地点，他们与韩国军队发生了冲突，本可以和平解决的事情，却因为犯罪分子的抵抗变得复杂。郑和立刻行动，迅速制服了这些盗墓贼。同时，被龙卷风卷走的世莉幸运地落在了一棵树上。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当他醒来时，已是第2天早晨，周围空无一人。世莉急忙呼叫求救，偶然被经过的郑和听到。不久后，郑和找到了挂在树上的他。此时的世莉还在对着对讲机絮絮叨叨，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回应，他心里非常难过。看到这副模样的世莉，郑和竟然觉得他有点可爱，不由得放松了警戒。紧接着，世莉也注意到了郑和，他欣喜若狂，跳来跳去。郑和却对着他举起了枪。世莉细看那男子的肩章和帽子上的徽章，他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他按照郑和的指示卸下安全带，结果不慎从上面摔了下来，正好落进了郑和的怀抱。这让我们的主角全身僵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郑和告诉世莉，他们现在正处于朝鲜境内。世莉觉得不可思议，他以为郑和在开玩笑。面对世莉的非法入境，当局打算依法处理他。世莉急忙开始解释，但郑和似乎毫不关心。世莉小心地往后退，做好了逃跑的准备。他没给郑和任何机会，转身就逃。郑和大声告诉他，前面是布满地雷的区域。世莉马上停下了脚步。郑和说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没有他的帮助，世莉根本逃不出这里。但事与愿违，场面突然逆转，郑和不小心踩到地雷，却还硬撑着不肯承认。聪明的世莉一眼就看穿了，他立刻明白了情况。郑和原本打算用对讲机呼叫同伴，结果对讲机不慎掉进了水里。世莉捡起了对讲机，他并不想直接交给郑和。世莉将它轻轻放进水中，对讲机就这样顺水漂流向郑和。世莉这是在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。好心的郑和还在提醒他注意地雷，他甚至还告诉世莉怎么安全逃跑。世莉会不会照郑和说的路线离开呢？世莉飞快地奔跑着，而追捕他的武中队也开始行动了。看来他选择的路线并不对头，武中队紧追不放。世莉不知情地跑进了臭名昭著的地雷区，他竟敢在地雷区中狂奔，遇上了喝得烂醉的蜘蛛。他对着世莉举枪瞄准，世莉连忙越过铁丝网躲避。武中队急忙联系哨所，可是注目正看得韩剧入迷，世莉又一次侥幸逃脱。世莉持续奔跑，不小心绊了一跤滚下坡。为了生存，他忍着疼痛爬起来继续奔跑。在芦苇丛中，银洞在查看母亲寄来的信，他也没注意到经过的世莉，这真是一群没用的队友。世莉翻山越岭，一直走到夜幕降临，他终于看到了一座村庄，心中点燃了希望。他误以为自己回到了韩国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就在世莉快被发现时，郑和及时出现，将他救走。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世莉想要借助郑和回到故乡，他对他撒娇卖萌。郑和内心纠结不已，是否要按法律行事对世莉进行处决？善良的郑和最终还是将世莉带回了家。这时，郑和正在揉面团，开始操作机器做面。
利用机器制作出手工面条。经过一系列精心操作，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做好了。势力担心面条里有毒，他以韩国餐桌礼节为由，让郑赫先尝一口，结果当场被识破了。五中队的成员找到了郑赫的家，发现了势力的踪迹。势力的出现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志喜威胁说要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把他活埋了事，但势力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毫不示弱地展开了反击。现在他们与势力同舟共济，不论怎样决定都面临着风险。经过一番商议，势力打算3天后乘船返回韩国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势力被禁止出门，禁止宣扬韩国的事。回到韩国以后，不能泄露在朝鲜的所见所闻，势力毫不迟疑地同意了。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吃上肉，势力非常喜爱肉类，他的日常生活中总是少不了肉。郑赫从盐缸里拿出一块肉，这儿没有冰箱，把肉放在盐缸里可以防腐，而小菜则存放在泡菜窖中，这里每户人家都备有泡菜窖。势力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，对此感到非常好奇。银洞正专心观察郑赫烤肉的情形，他的家乡还在用枯叶和草做燃料，他觉得蜂窝煤看起来很新奇。郑赫坚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朝鲜的农村也能实现现代化，这遭到了势力的讥笑。郑赫告诉势力，吃完饭后他们就得返回部队，提醒势力别让外人发现他的身份，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打电话，直接联系郑赫所在的部队办公室。势力说他不会频繁打电话，只在紧急时才用。坐在办公室的郑赫，电话铃声不断，全是势力打来的。他先是要沐浴露，然后又要洗发水和香薰蜡烛，这让人头大无比。村庄的生活条件实在艰苦，连热水都没有。势力为了洗个热水澡，只得自己亲手烧水，然后一瘸一拐地拎到房间，按照政府的指示戴上浴帽准备洗澡，一切准备妥当，他终于能享受一次舒适的热水澡。势力洗澡刚好洗完，村子里突然停电了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他急忙拨打郑赫的电话，可电话那头没人接。突然间有人打开门走了进来，势力一惊，紧抓一盆花，正要向闯入者砸去，却发现是郑赫。郑赫手里提着蜡烛，势力感到委屈，哭泣了。他愈发感到悲伤，哭声也愈发响亮。体贴的郑赫吹熄了蜡烛，让他好好发泄情绪，同时安慰着势力，一切终将好转。在离开之前，郑赫递给势力一个包裹。郑赫走后，势力打开包裹一看，里面是洗发水，还有沐浴露和精油，意外的还有内衣和消毒药品。郑赫此行是为了调查平壤的盗墓案件，一下火车就被保卫司令局的人带走了，然后被关了起来。因为盗墓案，郑赫与调查人员发生争执，就在他们要对郑赫动手的时候，一位长官及时出现将他解救。原来郑赫是总政治局长目前唯一的孩子，他本有2个孩子，另一个孩子因为事故去世了。郑赫和那位长官是老相识，郑赫向长官透露，他认为这次盗墓案和他哥哥的事故有所联系，2次事故都涉及俄罗斯的大型卡车，并且所有涉事者都死亡了。尽管有关卡车部队的传言，但是保卫局并未深入调查。郑赫还确认了周围没有监控，在事故发生前后有4辆黑色大卡车驶过，这是军官村的情形，准备开始深夜的家庭检查。五中队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刻给郑赫打去电话。志珠今天刚提醒势力，千万别接陌生来电，所以他现在联系不上。家庭检查正在紧张进行，快要查到郑赫家了，赵卡车也恰好到场。而不知情的势力正在家中悠然喝茶，他翻看郑赫的书时，发现了一本钢琴曲谱，突然被敲门声打断了沉思。听说是住宿检查，势力一时迷茫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看到没人应门，赵卡车命人强行撬门闯了进来，发现了还热着的茶杯。保卫部的人四处搜寻未果，最终在泡菜窖找到，势力被他们揪了出来。面对身份即将曝光，势力怎么办好呢？一辆车在公路上疾驰，交警看到后不但没有拦截，反而为其开道，确保他畅通无阻。那是朝鲜高官的专车，拦这种车等于自己的末路。郑赫急急忙忙在势力身份暴露之前赶到，一贯正直的他竟谎称势力是自己的未婚妻。赵卡车并未就此放过，要求他出示特殊通行证，气氛一度紧张。无奈的郑赫声称势力是11科人员，11科的事务是中央党的顶级秘密，不可公开细说，以此蒙混过关，救势力于危难。聪明的势力也积极配合郑赫，反正明天晚上他就要离开，只需安静过这一天。这时又传来敲门声，村里人拿东西来看望郑赫，顺便探听了势力的近况。势力巧妙地回答了他们的询问，留下神秘的微笑，转身回屋，将他们留在门外。对那些爱管闲事的大婶，势力感到很是恼火。势力计划好了离开后的事，如果村民问起郑赫，就说因性格不合而分手，并要求郑赫6个月不见其他女性，当作对未婚夫的悼念。为了消除村民的怀疑，郑赫只好跟势力同睡一室，他却不肯委屈自己，自己睡在床上，让势力在走廊上铺地铺。经历了如此多事的晚上，势力根本无法入眠，变得像个话痨，不停地说个不休。而郑赫就是不理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村民们围观郑赫的新车，大多数人都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车。势力偷听着村民的谈话，看到郑赫要出门，决定送他到门口。他还在为昨晚的闲言碎语耿耿于怀。郑赫递给他一条丝巾，提议他将头发竖起。在朝鲜，像势力这样的随性打扮，只有外国人或是疯子会这么做。
但势力并不在乎。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郑和拉住了他，拿起丝巾，亲手为他系好，然后二人共同走出家门。势力在村民面前故作亲昵，轻拂郑和衣上的尘土，拉着郑和的手，要他深情地抚摸自己的头发，这样他才能离开。在势力的逼迫下，郑和无奈，只得按他所说的生硬地做了。随后势力对郑和撒娇，和不懂女性的郑和挥手告别后，昂首挺胸地回到家里。不多时，村里人找到势力来找茬，要他加入村里女性腌泡菜的行列。势力直截了当地拒绝了，并说他不爱吃泡菜，随即关上了门，留下门外那些愣住的村民。另一方面，郑和到了车辆检查站，打听关于盗墓贼的车祸。哨兵向郑和透露，事故发生那天，有3辆载重10吨的大卡车来回穿梭。卡车通过哨所时，哨兵以为他们是去装载物资，但这3辆卡车来回都是空车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，没有理由浪费那么多油费去空跑。根据展示的通行证确认，那些车属于工兵总局。卡车前部的装甲很不寻常，哨兵也是头一次见到，可能是特种金属做的。哨兵建议郑和去修理站再查一查。为了不让哨兵为难，郑和特地送了哨兵一些好处，并叮嘱他对这事保持沉默。五中队正在郑和家帮忙干活，突然有小偷偷走了晒在外面的军服，大家急忙追了出去，最终抓到了一个小男孩。男孩哭着说，他妹妹已经饿了3天，都快睁不开眼了。善良的势力赶紧跑回家，拿了许多食物给那个小男孩。郑和看到后并没有责怪势力，小男孩急匆匆地跑回自己的帐篷，取出食物，一点点喂给他的妹妹。有这样的哥哥，他真是幸运。势力离开前，为五中队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颁奖典礼，每个人都有奖品，只有郑和空手而归。郑和的脸色渐渐变了，生气地望着势力，然后站起身离开了。势力一把抓住他的手，递给他一个特别的感谢礼物，一株西红柿苗。这苗子是他用政府的东西换来的。郑和看起来并不怎么感兴趣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对着西红柿苗喃喃自语。夜里，郑和和势力悄悄离开家，驱车向港口驶去。郑和用2张电话卡换取了2个上船的名额，他担心势力单独行动，决定陪他一起走。他要亲自送势力登上大船。就在临别前，他们才互相告知了对方的名字。海警注意到了他们的船，命令他们停航。船主让郑和和势力藏进船舱，他自己一个人去应对。今天是海上禁航日，海警登上小船，准备打开船舱检查。船舱里的2人忐忑不安。郑和尝试用电视剧里的方法解决危机。就在船舱快被打开的时候，郑和吻了势力，这是多么愚蠢的方法呀！竟然还有人会相信。势力尝试海路回国失败后，与郑和大吵了一架。他留下一张纸条，独自一人去寻找出路。势力带着滑翔伞站在悬崖边，他拿出对讲机呼叫。可惜的是，没有人回应他。他正要开始滑翔，郑和及时赶到了现场。滑翔伞是靠风力飞行的，它不会被雷达捕捉到，但如果被人眼看到的话，如果势力被人发现，无论是北边还是南边，都可能会立刻开枪射杀他。这可能会导致开始的那一幕发生。郑和听到了对讲机的声音，赶紧把它关掉。朝鲜有专门的侦察小组，一旦捕捉到奇怪的信号，10分钟内就会赶到现场。郑和深深地思考了一番，然后四处打量，走到悬崖边审视着地势。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，郑和急忙拉着势力向悬崖跑去，紧紧抱着他一跃而下。他们不断地往下坠，突然间滑翔伞展开了，郑和终于舒了一口气。他们相拥在空中向远方飘去。侦察队到达山顶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满福去市场买肉给儿子，看见了在旁边买咖啡豆的郑和。就在他要付账的时候，钱包被一个小偷抢走了。郑和立刻追了上去，快速追捕小偷。小偷逃得越来越远，终于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跑进了一间破旧的小屋，里面有一帮人在等着他。郑和一头闯进去，他们立刻把门关上。这些人都是退伍军人，拿出刀子，战斗开始了。郑和迅速将他们制服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家伙想要偷袭郑和，却被及时赶到的满福击中。郑和帮满福拿回了钱包，满福非常感激，看着郑和走远。满福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条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今天是大佐夫人英爱的生日，势力原本不想去参加生日派对，但为了郑和的晋升，他还是决定去了。英爱让刚来的势力坐在他身边，势力说他不喜欢坐在美女旁边，这话让英爱很受用。英爱听后乐得合不拢嘴，大家纷纷送上礼物，但势力因为匆忙没有准备礼物。他随手拿起了满福媳妇做的裙子，进行了简单的修改，马上就成了一件时尚的服饰。他穿上裙子后，大家赞赏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。看到这一幕，他们对势力的看法有所转变。光范向郑和报告，为了赢得关怀信的认可，势力决定成为一个好帮手，因此他参加了英爱的生日聚会。郑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光范继续说道，势力埋怨政治地位不够，而不能回家。郑和听后笑容顿消，他想，还是专注于事业吧。现在他们正前往空军装备部，计划要求提供车辆装备的详细情况。到了那里，光范负责吸引注意力，争取时间。郑和趁机潜入内部调查。正当光范制造混乱的时候，政府人员及时介入，平息了事态。两人于是离开了那里。郑和有了些许发现，他找到了一块金属碎片。生日宴会结束后，势力找机会让英爱推荐郑和升职。
就在这时候，郑赫骑着自行车路过，看到视力还没离开，他来回骑了几趟，直到视力注意到他。当他跟他打招呼时，他装作恰好路过，明明是故意等着视力，却假装无意。两人骑自行车一同回家，在路上，郑赫提醒视力以后早点回。回到家，5中队的人还在那里，他们一起烤扇贝，吃完扇贝，然后把烧酒倒进扇贝壳里喝，开始了他们的欢乐时光。表面上嫌弃，尝了一口后，接二连三的喝，停不下来，欢笑声此起彼伏。第二天一早，郑赫拿出他珍藏的咖啡研磨工具，开始炒制咖啡豆。视力被咖啡香味唤醒，躺在床上伸了个懒腰。郑赫精心准备的咖啡也煮好了，他把新鲜冲泡的咖啡倒进杯子，轻轻放到视力手边。他尝了一口，连声称赞。郑赫提醒他，还特地煮了豆芽汤帮他解酒。郑赫真的很细心。郑赫即将出门，视力赶紧跟了出去，向他送出一个手势爱心表示感谢。但郑赫不解其意，他带着疑问回到了办公室，向祝墨求教，却只得到模糊的答案。祝墨尽力向他解释，告诉他手势代表的是爱，暗示着他对他的喜爱。这下可能要产生误会了。郑赫听后感到一头雾水。视力跟随人群走进市场，惊喜地看到了自家公司的产品。原来摊主对产品一知半解，视力便耐心讲解产品的成分和效果。在离开之前，他叮嘱摊主记住产品的亮点和成分，并简要介绍了销售要点。晚上市场人潮涌动，又缺少照明，视力不小心和伙伴们走散了。众人把这情况告诉郑赫，他急忙加入寻找。人海中的视力突然感到有些茫然，他想起童年独自海边的场景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数起数字来。就在这时，黑暗中视力瞥见了一丝光亮，他不自觉地向光走去，靠近一看，那是郑赫手中的香薰蜡烛，照亮了他前行的路。看到郑赫，视力忍不住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郑赫也报以微笑。黑暗中，两人成了彼此的救星，心中悄悄萌生了不一样的情愫。郑赫刚刚向视力坦白自己已有未婚妻，并严肃承诺未婚妻还在俄罗斯留学，短期内他不会回来。言犹在耳，情况却出乎意料。为了避免误会，视力找借口离开了，郑赫却紧紧抓住了他的手。他亲自护送视力到家，随后他驾车带着未婚妻徐丹回到了平壤。隐藏在门后的视力心中五味杂陈，视力在家里焦急等待郑赫的归来，一有动静就赶忙去门口看，可每次都不是郑赫，他感到非常失望。过了一会儿，村里人拿着啤酒和食物来探望视力，大家都没想到郑赫会是那种人，他们来安慰视力，一起围坐喝酒。聊天中，言语间不断触及视力的痛点，心痛的像在滴血。郑赫在大家心中的印象彻底坏了，视力为了郑赫的前途，也为了自己能回国，还得为郑赫辩护。酒散之后，视力挥别来访的村民，关上门前，他又望了望外面，期待的人还是没出现。视力回到家里，独自喝酒直到天明。天亮了，郑赫终于回来，视力用啤酒罐摆出一条界限，告诉他不要越过。郑赫凝视着视力，请求他放下手中的刀。视力把刀子插在苹果上，然后放手。郑赫告诉视力，他有机会被选为国际田径比赛的国家代表，这样就能搭飞机去欧洲了。原来郑赫整夜未归，是去为此事奔波。知道真相的视力立刻改变了态度。国家队的飞机下周4起飞，为了办理护照，他需要先去平壤拍照。郑赫提醒着视力，平壤的生活和这里大不相同，为防止别人产生怀疑，视力需要做点改变。但他们没意识到，他们的对话已经被人偷听了。视力走进了理发店，剪了一个流行的新发型。他接着来到了市场，挑选了合适的衣服。这里的衣服虽然很平凡，但有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视力却出乎意料的很感兴趣，他愈看愈觉得喜欢。也许这就是土气重归于潮流的魅力。最终，视力找到了一件心仪的衣服，因为手头紧，他只能拿东西去当铺典当。视力犹豫再三，最终决定用他的限量版手表做底。他没想到，这个地方竟是按重量来估价，他的限量版手表竟不如普通腰带值钱。视力气得快要炸了，但又急需用钱，他最后以25000元成交。在离开前，视力瞥见了一块昂贵的男士手表，这手表显得与这里格格不入。老板说，这表的主人只是寄存，不缺钱，只是让他保管而已。但几年过去，表主也没来取。郑赫来到5中队，为士兵们的训练做准备，却发现几名亲信不见了。原来他们被保卫部门带走。赵卡车用家人安危威胁营动，试图打听视力的消息。郑赫匆忙赶到保卫处，通过重重的铁门，最终到达我们小可爱的身边。郑赫与赵卡车争执时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一起大卡车的撞车事故被揭露，嫌疑车司机和赵卡车即将被带走处理。郑赫趁机带走了营动。在门口，他遇见了满福。满福看到郑赫，急忙把手里的文件藏起来。郑赫打了个招呼，就直接离开了。而满福手里隐藏的居然是录音记录。亲属们被救之后，都聚到郑赫家里一起吃泡面。视力向大家道了歉，都是因为他自己，大家才受到牵连和伤害。因为现在的视力确实穷得叮当响，只能以爱心来表达他的感激。结果这让大家都目瞪口呆，泡面突然就不那么好吃了。当走出门，大家的心里还挂念着刚才视力的举动。郑赫听到他们的讨论，心情马上变得沉重。他一个人回到家，闷在房间里生闷气，心里还在想着视力对大家做的比心动作。第二天，
郑赫和势力一同坐上开往平壤的火车，车上的人们唱歌跳舞，小贩的推车在车厢间穿行。势力看见后，让郑赫买了些饮料和鸡蛋。他递给郑赫一只鸡蛋，郑赫却没接。于是势力敲开了鸡蛋，在桌上滚了一下，剥开壳，自己开始吃。火车因为线路停电而暂时停下，停电大概要持续10小时。势力听后大吃一惊，而郑赫平静地说，有可能要超过10小时，很可能会更长。看来这种事情他已经习以为常。一群人涌向停下的火车，仔细一看，全是小贩。他们趁火车停靠期间做起了小买卖。晚上了，火车仍未启动，于是势力和郑赫决定下车。外面和火车里一样冷，但外面至少可以生火取暖。郑赫扶着势力走了下来，俩人铺好草堆，坐下来烤火取暖。女人天生爱购物，郑赫刚给势力买了被子，还没坐下来休息，势力又馋起来想吃东西了。郑赫条件反射似的站起身，去满足势力的食欲。女人嘛，总是要宠爱的。在势力进入梦乡后，郑赫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势力身上，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。他小心翼翼，不想打扰他的睡眠，一夜未动，保持着同一姿势。翌日清晨，火车重新启程，他们抵达平壤，去拍照，准备护照所需的照片。拍完照后，势力提议和郑赫合拍一张，留作纪念，却遭到了郑赫冷淡的拒绝。在势力气愤离去后，郑赫却私下让店主多洗了一张势力的照片。这男人真是嘴硬心软。势力下楼到了酒店大堂，遇见了另一个男人程俊。程俊没多说，就拉着势力往电梯跑。被郑赫看到，他紧跟其后，用手阻止电梯门关闭。面对着手拉手的两人，他上前将电梯内的男子制服。那男子痛得大声呼救，情敌相见，分外火爆。在程俊离开前，他约了势力晚上7点在大厅的咖啡厅见。郑赫很不爽，势力说他是保镖，他反驳说他不是来保护，而是来管理和监督的，自己不是那种老跟在势力后面的人。郑赫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实际行动却完全相反。这种自打嘴巴的情况让他措手不及。郑赫追问势力和程俊的关系，势力开始解释，他是韩国一大财阀的千金，在家里争夺家产的斗争中，哥哥想让势力消失，因为程俊是侨胞，所以哥哥打算让势力嫁给他，一旦结婚出国，哥哥们就能独吞财产。势力估计哥哥们现在以为他已死，心里可能正乐开了花。郑赫不同意势力的看法，这毕竟是生死攸关的家族问题，即使兄妹关系不佳，哥哥们也应该会担心的，说不定家人正盼着势力回去呢。郑赫这番话让势力心生感触，因为这正是他期望的家庭温暖。郑赫领着势力回到了酒店房间，轻声吩咐他保持安静。他们进入房间，郑赫开始周密检查，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发现了许多窃听设备。在平壤酒店里，这是常有的事。郑赫告诉势力，他的房间就在旁边，有紧急事情可以找他，但若是小事，就希望势力能忍耐一下。势力打算去见程俊，他想通过他返回韩国，或是让他悄悄通知家里人他还活着。势力觉得能在此地遇见程俊，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。听到这话，郑赫不由得冷笑了一声，他心里其实是焦虑的，不希望势力和程俊有更多的牵连。此时徐丹已经来到了这里，站在他们房间的门外。徐丹还没敲门，郑赫就打开了门，正好势力也从房间里出来，把掉落的钥匙还给郑赫。这情形真是尴尬，被未婚妻抓个正着。势力和程俊在大厅的咖啡厅相遇，刚好被进来的徐丹看到。郑赫和徐丹的父母都在酒店里参加聚会，在餐桌上，徐丹的母亲开始催婚，郑赫的父亲就把婚期定在下月的最后一个周六。郑赫对此并无异议，这都是之前的约定，他决定遵守承诺。在洗手间，势力偶遇了徐丹，徐丹嘲讽势力的社交手腕很强，还特意告诉势力他和郑赫的结婚日期已定。势力一时语塞，但很快他恢复了神色，并向徐丹表示祝福，表示可能赶不上婚礼了。徐丹直言势力的离开就是最佳结婚礼物，真是痛彻心扉的话。这一局，势力输得一败涂地。势力同程俊在平壤的街上漫步，程俊试探性地向势力询问，但势力并未透露任何真相。势力请程俊转告父亲他还活着。饭后的郑赫送走了父母和徐丹一家，看见了远处的势力和程俊，急匆匆地跟了上去。郑赫找到势力后非常愤怒，他要求势力始终待在自己视线之内，这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。郑赫带势力去了一家餐馆，他们一起看菜单。势力很想念首尔，于是点了炸鸡和啤酒。势力拿起啤酒深深地喝了一口，满足地笑了。他说最近压力很大，今天要好好放松一下。餐厅突然停电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服务员赶紧点燃蜡烛。没多久电又来了，这时外面飘起了初雪。有人说初雪能让爱情成真，但郑赫和势力只能无视这传说，不然事情会变得复杂。不说话，继续喝酒吧。势力喝多了，倒在郑赫的肩膀上睡着了，马上就要返回韩国。他心里其实有些依依不舍，就快离开的势力决定和朝鲜 F4 一起去野外郊游。他们带了很多东西，应有尽有。虽然和势力想象的不太一样，他还是觉得不错，感到很浪漫。突然，势力惊喜地看到了一头猪，原来是朝鲜 F4 的美食准备，但势力舍不得吃它，他不忍心吃有面孔的动物，所以那只猪被免了一命。他们决定就近找食物。朝鲜 F4
趟进河里开始捕鱼。势力坐在河岸边，看他们在水里嬉戏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他们真的捕到了不少食材，鱼和螃蟹都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食物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势力被大家宠着，他只需坐等着开饭。势力尝了一小口，感觉味道好极了。他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螃蟹。今天是势力最后一天留在这里。朝鲜 F4 为他准备了告别仪式，智珠写了一首告别诗，氛围突然变得沉重。势力唱了一首离别的歌给大家。就在这时，郑赫来了，势力也发现了他，两人目光交汇，周围只回荡着歌声。势力身为国家代表将离开，在光范的车中前往机场，却遭遇了大卡车追踪，即将遭遇撞击，但势力的安全带卡住了。这时，郑赫骑摩托疾驰而来，他将摩托车甩出，自己翻滚至安全地带，因摩托车的阻挡，减慢了卡车的速度。郑赫掏出枪疯狂射击，在卡车即将撞上之际，卡车突然爆炸起火，所有动作在一瞬间完成。势力赶紧跑下车找郑赫，他们谈话时放松了警惕。卡车上的坏人瞄准了势力开枪，郑赫挺身而出，挡下了子弹。在晕倒前，郑赫击毙了坏人。势力看着受伤的郑赫，极为担忧，他马上加速前往医院。郑赫被紧急送往最近的医院，因为郑赫失血过多，急需输血救治。医院血液储备不足，急寻合适血源。巧合的是，势力的血型与他相匹配。势力没有去机场，他选择留下救郑赫，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。他握着郑赫血迹斑斑的军装，一张照片从口袋中滑落。势力弯腰捡起照片，是自己的证件照。郑赫的手术非常成功。当他苏醒，看到眼前的势力，感到十分愤怒。他一把推开势力，质问他为何没走。本是难得的机会，大家都竭尽全力让他离开，几乎都拼上了性命，但一切努力似乎都白费了，甚至让大家都陷入困境。势力悲伤地离开了病房，他也为未能离开感到痛苦。医生告诉郑赫，是势力的及时输血才救了他一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郑赫愣在那里。此刻势力站在医院门前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他转身时，发现郑赫就在身后。郑赫向势力道歉，询问为何他没有离开。势力说他想守护郑赫。郑赫深情地凝视着他，然后吻住了喋喋不休的势力。护士在量郑赫体温时说，凌晨时分，看到有人热吻。郑赫的血压突然飙升，心跳也急速加快。护士吓得立刻通知了主治医生，留下两人面面相觑，窘迫万分。郑赫的衣服上因枪伤破了个洞，势力竟在上面绣了个爱心。郑赫看着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朝鲜版 F4 前来看望受伤的郑赫，郑赫有些不好意思见到队友，便假装睡着。势力把这4个人赶出去后，开始追问郑赫是不是躲不开子弹。郑赫一脸不服输的样子，的确他没躲过子弹，但他想如果自己躲开了，中弹的就会是势力。晚上病房关灯准备休息，势力准备在地上铺床，郑赫担心地板冷，坚持让他上床，自己则打算睡地板。但势力怎么能让受伤的郑赫睡地上呢？最后两人挤在一张小床上，等到势力入睡以后，郑赫静静看着他，心思万千。势力外出时给程俊打电话，赵卡车带兵突然来到医院，直奔郑赫的病房，拿出一份武器领用记录，记录上郑赫的签名清晰可见，9毫米自动步枪、战斗弹药，还有榴弹发射器。这是什么？难道要去打仗吗？赵卡车诬陷郑赫为了保护南方间谍而向工兵部队的队员开枪。郑赫辩解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人，对故意制造事故的人开枪。当赵卡车要逮捕郑赫之际，总政治局长突然走进病房，势力在门口窥探，他看到徐丹和他母亲来了，赶忙推着轮椅躲藏起来。正在郑赫父母争吵时，徐丹和母亲径直走进来。徐丹的母亲急匆匆地看向郑赫，检查他是否有残缺，确认四肢无恙后才松了一口气。他不加掩饰的自言自语，几乎惹怒了在场的所有人。这时徐丹注意到郑赫衣服上的爱心，觉得特别刺眼。有病人好奇地问势力最爱的人是谁，势力坦白说他爱郑赫，因为他太有魅力了，是他心目中的最爱。程俊恰好到了，势力上了程俊的车，两人一同离开。势力赶到程俊的家，急切地问是否告诉了他父亲。程俊撒谎说已经通知了家里人，说大家都很开心，股东大会延期了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23号的股东大会如期进行，父亲宣布了势力的死讯，最终是二哥继承了家业。郑赫的手机一修好，就接到了程俊的电话。程俊故意激怒郑赫，叫他不必再找势力，余下的事由他自己来处理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郑赫怒不可遏，身边的 F4 还在那里嘀嘀咕咕，尤其是蜘蛛，他一直在诋毁势力，还说程俊是势力的爱人。郑赫气得大发雷霆，他强调势力跟程俊只是普通朋友，解除婚约，甚至比陌生人还陌生。正在他们争执不休之际，隔壁病房的女子因吵闹过来敲门，提醒他们小声点。他正要离开，却看到墙上写着郑赫的名字，赶紧跑过来问好，询问势力在哪里，告诉郑赫他就是势力最爱的人。郑赫终于露出了笑容。离开病房的蜘蛛满头雾水，郑赫一会儿生气，一会儿又笑。他们开始怀疑郑赫得了躁郁症，而且还相当严重。郑赫穿好衣服准备找势力，刚要走，却遇见匆忙的徐丹。他从一本杂志上得知了势力的真实身份，现在他来找郑赫对峙。郑赫早就知道势力的身份，并一直帮他保密。徐丹追问郑赫可能会失去一切，甚至可能丧命，还会喜欢势力吗？
自己的未婚夫到底在想什么？他爱的始终是另一个女人，甚至为了救她，他可以不顾一切，这让我怎么接受？面对如此执着的郑和，徐丹也无能为力，只能无奈地看着他背影渐行渐远。爱情中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爱就是不爱，这也是事实。郑和借了医院的救护车，马上启程去找市里。夜幕降临，郑和驾车时视线变得模糊，只得依靠导航指引前行。转过一个弯，郑和突然紧急刹车，吓得心惊肉跳，面前竟是悬崖峭壁，幸亏及时刹车，否则后果不敢想象。在另一方面，程俊也在对势力洗脑，提到势力的存在会让郑和陷入危险，只有势力退出，郑和才能恢复正常生活。这些势力其实心知肚明，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他也很矛盾，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势力躺在床上沉思，突然灵光一闪，赶紧爬起来四处寻找，动作和郑和之前在酒店的一模一样。势力在房间里找到了许多窃听器，他甚至好心地提醒程俊，这就是所谓的知情不报。既然大家都在这里，不如开个会讨论一下。势力决定听听程俊的计划，看他怎么安排他尽快回国。程俊说他不愿势力冒险，他是外国人，持有英国护照，如果他们先行登记结婚，就可以在大使馆办理新的护照，这样势力就可以以程俊妻子的身份与他一同搭乘飞机返回。程俊递给势力结婚所需的文件，看来他早已准备好了。今晚是平安夜，雪花再次飘落，程俊精心准备了一顿美味的晚餐给势力。势力凝望着餐桌上的美食，心中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绪，情绪渐渐有些忧伤。两人落座后，程俊掏出钻戒向势力求婚，愿意和他共续往昔情缘，并为他戴上了那枚戒指。郑和独自穿行在树林中，终于抵达了程俊的住所。他谨慎地接近，推开一扇小门，关闭了电源开关，瞬间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。郑和被保安发现了，接着展开了一场剧烈的肉搏。突然，势力发现了屋外的郑和，他感到非常震惊。本应在医院疗伤的他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郑和被保安殴打的情形让他急了，势力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，结果被程俊挡住了去路。为了郑和的安全，势力犹豫了片刻之后，势力走了出来，故意激怒郑和，告诉他自己已经接受了程俊的求婚。郑和看到势力手上的戒指，他尊重势力的决定，心碎地转身离开，而势力也泪流满面。他担忧着受伤的郑和，最终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，驾车去追寻郑和。雪域下玉密，势力终于找到了郑和，他下车走向他，郑和紧紧抱住了他，绝不再让他离开。两人回到车内，势力准备送郑和回家，却发现车子动弹不得，车油已经耗尽。运气真是背到家了，雪还在下，似乎无意停歇，周围找不到任何住所。不过郑和记得来时看到不远处有所学校，一旦到达就能点燃篝火。郑和提起手电筒，决定徒步前去。不久他们便抵达了学校，点起了火堆，依火而坐取暖。势力害怕自己会破坏郑和的未来，不愿因自己而让他的生活支离破碎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势力询问郑和的初恋情事，郑和沉默不回，原来他一直单身。郑和感到有些受辱，势力并没有否认，气氛突然变得温暖起来。疲惫的郑和坐着就能睡着，势力轻触他的额头，发现他发烧了。势力坐在郑和的旁边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，紧握他的手，心情复杂难以言表。这大概就是许多人醉酒时的状态吧，真是让人无语。그러니까 남의 싸운 세디가 삼시세끼 중에 지지를 고기를 처먹어? 종수리에서 꽃향기가 나? 徐丹的母亲来到郑和家，正好遇到了五中队的成员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，爱说闲话的蜘蛛把势力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。徐丹以为母亲知道了所有的事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结果母亲竟然喝到失忆，什么都忆不起来了。他明明听到了震惊的话，就是想不起来震惊的原因，苦恼万分。他在胳膊上记下了一些要点，但还是回想不起来。母亲其实只是担心徐丹，希望他能幸福。郑和和势力回到了家，吃了药之后，势力准备收拾东西，郑和突然紧紧抓住他，担心他会离开。势力安抚他好好睡一觉，希望他能快点康复。势力要送礼给邻居大婶们，再次踏入了典当行，决意要将程俊赠予的钻戒典当。我们心爱的程俊，最后爱情付诸东流，为他默哀片刻。一位大婶向老板透露，势力刚失恋，精神状态似乎不大稳定。势力成功完成了交易，还超额了。势力带领着一众人，拿着换来的物品，壮观地离开典当行。势力手持他挑中的手表，似是准备送给郑和的礼物。郑和迷糊中醒过来，推开房门，意外地看到一棵圣诞树。猛然，郑和接到势力的电话，他说自己决定和程俊一起离开了，现在正在离去的路上。与此同时，势力正被枪口逼迫，被迫打这通告别电话。势力最后向郑和表达爱意，随后是一声枪响，郑和惊呆了，时间仿佛停滞。载着势力的卡车已驶离村庄，去向城迷。势力被绑架后，在一个陌生的阁楼醒来，他缓缓站起身，麻木的腿脚似乎不听指挥，试图呼救，但无人回应。他环顾四周，突然发现摄像头的存在。郑和在寻找势力的途中，接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，急匆匆地返回家中。保卫科正在搜寻势力的行踪，屋里一片混乱。
势力中的西红柿苗也倒在了地上。郑赫正要扶起小苗，赵卡车走出屋子，向他打听势力的下落。他发现了势力并非11颗的人，想要利用势力摧毁郑赫以及他的父亲。万一势力落入他人之手，他必将遭受严刑逼供。赵卡车还没说完，郑赫便紧握他的衣领，与他展开激烈肢体冲突。紧接着，一群士兵冲上来，将郑赫扑倒在地。最终，赵卡车带着郑赫离开，并将他关入拘留所。郑赫请求见徐丹，徐丹感慨地说，郑赫第一次约他，却选在拘留所碰面。郑赫追问势力的近况，徐丹怒火中烧，他的未婚夫至今仍旧挂念着另一个女子的安危，决定让郑赫在此度过婚礼前夕，直到婚礼当天释放。在离开之前，郑赫叮嘱徐丹告诉他父亲，若势力受到任何伤害，他将失去这个唯一的儿子。朝鲜的 F4在四处散播郑赫是总政治局长的儿子的消息，并故意提高声音，让周围的人都能听见这是郑赫的遗迹。他相信，即使父亲知道自己被关，也不会放他，所以他想通过传言寻找离开的机会。智珠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认为郑赫中枪后脑子有问题。这则传言迅速在小村庄传开，阴暗也将这消息告诉了大佐。阴暗的阁楼忽然亮了起来，2名士兵进来将势力带走。势力见到了郑赫的父亲，他误以为是徐丹的父亲。李父追问势力接近郑赫的真实意图，势力解释称这全是个意外，他对郑赫的情感也不过是单相思。他请求李父帮他返回韩国，李父并未给予理睬，直接命令士兵把他拖走。突然间，李母出现在阁楼，他注视着势力对郑赫的忠诚，李母心中不禁生出怜悯，于是带势力进入一间温馨的房间。势力望着满是书籍的书架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，觉得这里和郑赫的品味惊人的相似。势力终于意识到，站在他面前的竟是郑赫的母亲。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，势力难以入睡。他起身翻看起郑赫的旧相册，看到幼年的郑赫，心里不禁觉得他太过英俊，连他的字迹都让他觉得格外可爱。爱慕之情让人美化了一切。郑赫在大佐的帮助下获释，他急匆匆地返回家中，大声质问他的父亲。李母不忍看到郑赫难过，便将势力带到他的身旁。势力看到郑赫脸上的伤痕，心里充满了疼惜。二人之间展开了一段令人羡慕的情感交流。李父实在看不下去，势力弹奏起一曲优美的旋律。他问郑赫这首歌的名字，自己已向诸多音乐人打听，却没有人能告诉他。郑赫听后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势力分享了自己在瑞士的经历，他偶然听到有人弹奏这首曲子，被那优美的音乐深深吸引，便将它牢记于心。那是在一个美丽的湖畔，郑赫坐在钢琴前，跟着弹起了同一首歌。原来这曲子是郑赫为哥哥创作的。当得知哥哥离世的噩耗，在他准备离开瑞士的途中，在那个湖畔弹奏过这曲子，仅此一次，这份缘分真是奇妙无比，连接了他们的过去与现在。军部长和赵卡车一同来到了郑赫家，他们打算对这里进行搜查。赵卡车展示了保卫司令部的紧急搜查令，他们开始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，然而最终一无所获。李父看了一眼手表，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，便制止了搜查行动。他们报告说，前线有士兵擅离职守，紧接着启动了紧急撤退程序。郑赫作为撤退行动的指挥官，本应驻守在最前沿阵地。第5中队出人意料的紧急撤回，原本规定明年春天才轮到他们站岗，原来是郑赫请求大佐的帮助，也让第5中队执行紧急撤退。在众人一头雾水时，光范透露郑赫想带势力一同前往前线，所以特别提出了撤退申请。他打算护送势力沿原路返回。没有人比第5中队更了解那片区域，那里是他们的责任区，完全属于他们管辖。准备工作全部完成，随即启程。第5中队与势力一起经历重重困难抵达一个村庄，他们在那里短暂休整，只能在夜色中送势力离开。势力叮嘱大家不要受伤，要记得好好吃饭，保持健康，过好每一天。分别的时刻即将到来，大家心中都充满了不舍。夜幕降临，郑赫独自护送势力，他告诫势力回到日常生活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郑赫对势力说，他可以去追寻自己喜欢的事，但愿他不再感到孤单，不要再想着独自一人去远方，默默地消失在风景中。他们抵达一条小溪边，搭乘一叶扁舟前进，然后穿越隐秘的小路。郑赫为了有更多时间与势力相处，故意绕远路前行。夜间，郑赫的视力比谁都好，也极其擅长寻路，所以他们不可能迷路。终于抵达军事分界线，势力邀请郑赫一起去他的世界，但郑赫无法再迈出分界线一步。势力含泪转身离去，勇敢地跨过了边界，而郑赫紧随其后，一同跨越了界限，紧紧抓住势力的手不放，自我安慰这只是一小步，应该不会有事的，然后亲吻了势力。这位女士穿着高跟鞋走进葬礼现场，她马上纠正了工作人员的错误，对选的遗照表示不满，接着拿起名单仔细查看，动作利落又专业。她就是那位韩国财阀的千金势力，现在竟站在自己的葬礼上。当她摘下了墨镜，露出了她的真面目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我们的女王终于归来了，势力向大家道歉，吓到大家了。为了庆祝回归，势力公司的产品接下来1周半价销售，势力公司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打折，历史上的超级优惠活动拉开序幕。势力的二哥和二嫂紧急开会，
讨论关于权力交接和大股东变更的事项。他们打算并购势力的公司，却不知道势力已经在赶来会场的路上。势力遇到了洪组长，洪组长紧张的起了红疹。通过这个确认了势力的身份，然后大家忍不住落泪。势力消失了一段时间，大家找得很辛苦，现在他安全归来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理事会开始投票表决，在二嫂的甜言蜜语引诱下，参会的人全都同意更换代表理事。原来无人竞争时，就是他们最嚣张。此刻势力及时现身，看到大家的投票，他心情复杂，但他办事效率极高，恩威并施地对待大家，很快解散了理事会。虚伪的二嫂试图拥抱势力，却被他冷冷推开。势力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伪装。而此时在朝鲜的郑赫，饭吃不香，觉睡不好，思念成病，痛彻心扉。他的脑海里全是势力，回想着他说过的每一句话。郑赫在返回途中遇到了前来寻他的满福，满福一直偷听，秘密了解甚多，他得知了许多人所不知的隐秘。他因此与一个走私军资的少所长达成了交易，这是他能到这里的原因。满福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郑赫，原来他跟郑赫的哥哥穆赫是老熟人，曾经赵卡车以家人性命相威胁，强迫满福监听穆赫的生活。通过窃听，他们发现穆赫已经察觉到赵卡车的犯罪，他窃取国宝，私运毒品，为了掩饰罪行，甚至杀人灭口。穆赫把所有证据存储在 U 盘中，自己保管了一个，为了防备不测，另一个藏在了手表里。穆赫打算在去平壤举报的那天，结果却不幸遇难，满福因此成了间接的帮凶。而那天正是满福的生日，穆赫送了钱包作为生日礼物，满福深感愧疚，一直生活在自责之中。他渴望赎罪，他跪下向郑赫深深道歉，恳求郑赫保护自己的家人。然后他取出了穆赫的手表以及穆赫事发前的录音。原本势力打算将手表送给郑赫，却在途中被李父绑架，手表不慎遗失，正巧被满福儿子拾到。势力回到了父亲的家，突然注意到大嫂带着自己的首饰，原来在势力失踪期间，他们曾悄悄前往势力家中。此时母亲刚好外出归来，势力追问母亲是否真心希望自己回来。自己失踪导致公司股票大跌，股票被人低价收购，其中二嫂买的最多，紧随其后的是母亲。那是势力辛苦打拼的公司，他亲手创立的事业，母亲难道连这些都要夺走吗？母亲欲言又止，但势力并未停下来倾听。家人围坐共享晚餐，母亲却以不是为由缺席了。势力借失忆之名避开诸多追问，但对于出事之前的记忆却记得清清楚楚。父亲曾决定将他定为继承人。势力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感到了久违的舒适，心头却总萦绕着朝鲜的事。他躺在自己温软的大床上，不经意间呼唤出郑赫的名字，思念汹涌如潮，只得依赖药物才能入眠。郑赫凝视着手中的手表，随即打开了录音功能，聆听着哥哥的遗言，泪水不禁滑落。哥哥的声音仿佛就在身边，却再也无法触及。郑赫拿起工具，小心翼翼地拆开手表，取出里面的 U 盘。他开始查阅赵卡车的犯罪证据，并把资料传真给父亲，介入了一场非常态的特别审判，由律师和检察官构成审判团。郑赫的举报让赵卡车的罪行暴露，即便如此，赵卡车还试图辩解。郑赫揭露了工兵部队发现的证据，展示了出事故卡车上的货物是高强度的特殊化学陶瓷材料。赵卡车的罪名最终被定性，接受了多项罪名的并罚，所有财产被没收，公民权利被剥夺，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在与社会隔离的地方一辈子强行劳动到死为止。郑赫感觉似乎漏掉了什么，他重新审视赵卡车的资料，果然发现了新的线索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押送赵卡车的车辆遭到伏击，赵卡车在混乱中被营救。同一天，势力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，他处理完了手头上的工作后，在等待电梯的间隙，竟然有人在暗中尾随势力，他却毫无察觉。跟踪者一直跟到了地下车库，正当他准备采取行动时，安保人员及时出现，阻止了他的企图。那个跟踪势力的人正是赵卡车，从朝鲜来的。势力安全回到家中，开始准备就寝，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助眠药也恰巧用尽，于是他走到室外散步，心中充满了对郑赫的思念。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。突然，势力在人群中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竟然是他一直在思念的郑赫。这简直像是奇迹。郑赫一步一步走向他，最终停在了他的面前。郑赫告诉他自己找了他很久，因为之前势力没告诉过他详细地址。那么他是如何找到势力的呢？他从一个随时可能坍塌的狭窄矿洞爬行了约10公里，经过20多个小时不懈的努力，终于从朝鲜抵达韩国，只为了救出他深爱的女人。他就是我们的男主角郑赫。不巧的是，他遗落的朝鲜徽章被一对夫妇发现，他们随即向警方报案。警方很快找到了那个密道。势力好奇地问郑赫为何会在首尔，如果他这么轻松就来了，那他为何要在朝鲜待那么长时间？郑赫解释这一切并不容易，并向势力透露赵卡车也来到了韩国，他来这里的目的正是势力。赵卡车不只是要对势力下手，还计划利用他来对付郑赫及其父亲和家人。郑赫为了阻止这一切，才冒险来到韩国。他说一旦抓到赵卡车，就会立刻返回朝鲜。
听闻郑和不久将离去，让势力感到一丝失落，四周人声鼎沸。势力站起身来准备离开，将围巾缠绕在郑和的脸上，紧紧地遮住了面部，尽力不让郑和露面被人认出。他滔滔不绝地编造着荒唐故事，单纯的郑和竟然信以为真。势力用自己的身体为郑和遮挡前进，他难道不明白这样反而更吸引目光吗？势力将郑和带回了自己的住处，他担心郑和饿了，打开冰箱取食物，冰箱里却只存放着瓶瓶罐罐的水。郑和嘲笑他总是夸下海口，自己很富有，家里却连基本的食物都缺乏。势力尴尬地关上了冰箱门，并辩解说自己胃口小，还有些挑食。想起在朝鲜时的吃相，郑和肯定不会认同。势力点了外卖炸鸡，他至今仍难以置信，郑和竟然就坐在他家里和他一起用餐。郑和询问势力和家人相处的如何，势力撒谎说一切都好，让他不必担心。不料很快就要被打脸。就在这时，车内的铃声突然响起，势力走近一看，居然是二哥和二嫂。他并不想让他们进来，希望他们按铃无人应答后会离开，但二嫂不识趣，明知道势力不想让他进入，还是自行输入密码进了门。势力急忙让郑和找地方藏身，自己则去迎接二哥和二嫂。可惜他们缺乏自知之明，硬是闯了进来，这让势力有些担忧。他们清楚势力消失这段时间的行踪，他们威胁势力，如果他想要说服父亲做一些不必要的事，就不会让势力好过。郑和在一旁听了，心疼不已，这是哥哥应该说的话吗？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妹妹？他们拿出了势力在朝鲜的证据。这时势力恍然大悟，原来二哥早已知道我在朝鲜的事，却丝毫没考虑救我出来。他大概希望我永远都不要回来，甚至死掉。他们一走，二嫂不经意间瞥见了郑和的鞋子。郑和没多说什么，出现了，给了我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。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最难忘记的总是那些让人厌恶的人，其实应该是记住那些你喜欢的人。如果心中总是惦记着那些讨厌的人，心情只会变得沉重，自己也会受伤，最终受损的只能是自己。郑和的温言又一次治愈了我的心。第二天，我马上更换了指纹锁，还特意录入了郑和的指纹。我们去了停车场，郑和提前检查了车辆。他解释说，冬天开车前应该敲敲车身，以防有动物躲进发动机里取暖。我笑着回应，这里是地下停车场，又不冷，不会有野生动物的。话音刚落，一只野猫从车底窜了出来，我吓了一大跳，决定以后冬天也要敲敲车子。想到郑和即将离去，心里就觉得特别难受。我带着郑和在商场疯狂购物，离开的时候，好心的郑和还帮忙给路人开门，他太帅了，结果被人偷偷拍照了。郑和跟我一起到了办公大楼，遇见了洪组长。我把郑和介绍成了保安，洪组长可真是坏队友，竟然泄露了我交过很多男朋友的事。在电梯里，我急忙向郑和解释清楚。洪助理在休息期间找郑和帮忙，赵卡车假扮保安混进了公司，郑和在商场帮人开门，不料被人偷拍上传到网上。正在这时，郑和和势力聊着天，赵卡车躲在一旁偷听。就在这时，一声电话铃突然响起，势力以为是自己的手机，却发现原来是郑和的。打电话的人告诉了赵卡车的位置，并约定晚上见一面。临走之前，势力偷偷在郑和手机上存了自己的号码，还下载了一款共享位置的 app。郑和按时赴约，结果遭到埋伏，一群人围上来攻击他，但郑和很快就把他们制服了。势力在电梯间又巧遇赵卡车，这次他有所警觉，他走到停车场，敲了敲车身，模仿郑和。突然他透过车窗玻璃看到车里有人，他机智地装作什么都没发现，悄悄离开。赵卡车从车里出来时，势力立马狂奔，手机却不慎掉落。他偷偷藏进了停车场的管理室，赵卡车仍在四处寻找。突然他注意到了管理室，他拔出手枪向管理室走去，而势力就在里面。看到了这一切，他焦急万分。突然他的手机铃声大作，赵卡车改变方向去捡手机，正好是郑和打来的电话。赵卡车接了电话，告诉郑和势力在他手上。郑和急匆匆跑向停车场，赵卡车用枪瞄准了藏在暗处的郑和。势力看到了这一幕，赶紧切断了电源，停车场顿时一片漆黑。他提醒郑和不要上当，告诉他自己并不在赵卡车手里，让他赶紧离开。这时郑和和赵卡车都试图通过声音判断势力的位置。突然间，紧张的势力被人紧紧抓住，手被按在了嘴上。是郑和找到了他，势力被带进了一间房间，一群大老板正在那边等候。势力刚从房产中介那里得知，他已经把那些房子全部买下，现在这些房产都属于他。他展示合同来证明自己的所有权。势力向他们询问关于之前郑和在这里与人打斗的情况，租客们并没有配合他。势力需要获取他们的情报，谁能提供最有价值的线索，他将为其免除房租和管理费。这样的机会只有一个。就这样，租客们开始有些动心。势力拿出了赵卡车的照片，让他们帮忙寻找赵卡车的下落。上次行动未果的赵卡车肯定还会再次出手。势力决定先发制人，早日解决赵卡车的威胁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郑和离开朝鲜后来到了韩国，李父迅速命令 F5 小队来韩国寻找郑和。毫无头绪的 F5 小队在搜寻过程中总是与势力擦肩而过。势力和满福会在一家餐厅错过了彼此，智珠在炸鸡店差点接到了郑和的外卖订单。银洞在网吧玩游戏，与郑和进行了一场游戏对决。
没想到郑赫竟然输了，气急败坏的他没打算就此罢休。就在这时，世力回到了家，碰到了正准备外出的郑赫。他说他有个约会。世力刚收到一个游戏道具交易的短信，郑赫本想赶在世力问之前离开，却被世力拦住了。世力走到电脑旁，发现郑赫在玩游戏，好像他要去见一个网友。郑赫解释说他是去劝告那些在网络上使用语言暴力伤害他人的玩家。世力让他把外套脱下，然后坐到电脑前退出了游戏账号，这样他就与银动擦肩而过了。被困家中的郑赫还在气愤当中，世力将电脑设置为未成年人模式，游戏和不良网站一律屏蔽，禁止访问，同时对上网时间进行限制。郑赫虽然想要反驳争取一下，但世力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。到了晚上，世力和郑赫一起坐下喝起了烧酒，不多时，世力喝得醉醺醺的。郑赫向他坦白自己不打算离开了，他想留下来与世力共度余生，和他结婚，并且有一个像世力一样的孩子。郑赫希望能够重头来过，实现他的钢琴家梦想。世力认为郑赫的才华完全有资格在艺术殿堂举行演奏会，他思索片刻，决定还是直接买下艺术殿堂吧。他们俩约定以后只在家里喝酒，不能让其他女人看见郑赫喝醉，否则世力会睡不好觉。这对幼稚的情侣拉起钩来，彼此盖下了印章。这个约定正式生效了。今天是世力商场的开业典礼，他已经很久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了，感到非常紧张。旁边的郑赫在给他打气。典礼的第一项是世力的开场白，在聚光灯下的世力既美丽又自信。这时候 F5 也来到了商场，他们是来找郑赫的，闹出了一些笑话。当他们灰溜溜地离开商场时，郑赫恰好看到了摔倒的银动。银动因为匆忙离开，连鞋子都没穿就跑了出来。志喜担心他会摔伤，就脱下鞋子让他穿。银动自责的时候，郑赫拿着鞋子出现了，亲自帮银动穿上鞋子。看到郑赫 ，F5 高兴极了，激动地抱在一起哭了。世力开车过来，看到了 F5，他既感到意外又非常高兴，与他们紧紧拥抱，然后带着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。他们对世界的每一事物都感到好奇，这边仔细观察，那边细致摸索。夜幕降临，众人欢聚一堂，享用烧烤。郑赫边烤肉边把烤熟的肉片加进世力的碗中，碗里已经堆得满满当当，不知轻重的志喜脱口而出。郑赫这才恍然大悟。这时候世力笑得像花儿一样，郑赫感到了一丝尴尬。晚饭后，满福提醒郑赫，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李父已经安排好他回国的事宜。这些话正好被世力听见。第二天，世力在公司开会时，他始终无法集中精神，时不时地查看手机。家里的其他人醒来之后一起外出了，在过关之前，郑赫最后回头望了一眼，难道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吗？世力的母亲找到了他，但世力对母亲并不太信任。回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带他去海边，然后找了个借口离开，却没有回来找过世力。他坚信母亲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他，一直在耐心等待，直到最后在海边晕倒。这段往事给世力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他对母亲说，以后不必再在他生日那天来找他。世力站在家门前，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他大声呼唤郑赫的名字，却没有任何人回应。他以为郑赫他们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，感到非常难过。他坐在地上，泪流满面。突然间，灯光闪亮，紧接着郑赫和其他人出现在他视线中，头戴着生日帽，手中捧着鲜艳的鲜花，还有玩具和精美的蛋糕。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世力身上，一同祝福他生日快乐。然而世力却哭得更厉害了。他慢慢站起身，径直走出了家门。郑赫立刻跟了出去，留下了一脸困惑的5个人。郑赫向受到惊吓的世力道歉，世力说他只是害怕以后的每个生日都会因为今天的美好而感到伤感。郑赫慢慢走向他，紧紧拥抱了他。他坚称世力未来的每个生日都会很美好，因为他会在他身边。祝贺你，祝贺你，请收下我的祝福，祝贺你，祝贺你，生日快乐。今天是世力的生日， F5 唱起了朝鲜的生日歌，为他送上真挚的祝福。然后世力让大家闭上眼睛，许下自己最渴望实现的愿望。大家一起吹灭了蜡烛，相信许下的愿望都能成真。这确实是一个难忘的生日，有朋友们的陪伴，让世力感到非常的幸福。临睡前，郑赫来到世力的房前，他有些担心他不会喜欢他的礼物，心中微感紧张。世力急不可耐地打开了郑赫的手，发现是一枚精致的戒指。他试着戴上戒指，却发现尺寸似乎不太合适，只能戴在大拇指上。郑赫无辜地解释说那是他的戒指，原来他买的是一对情侣戒，他们互为对方戴上戒指。世力夸赞这是他所见过最美的戒指，他说他这一生都不会取下它，携手共度一生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了不暴露郑赫一行人的身份，世力亲自动手打扫卫生。银动对这一幕感到非常新鲜，对此感到十分好奇。他说韩国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宝贝，如果能带回家，世力都愿意帮他们购买。忽然间，世力似乎想起了什么，陷入了沉思。接着，世力掏出了一张无限额度的黑卡，他称它为世卡，
让 F4随心所欲地去选购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势力打量着眼前的他们，觉得他们的衣着确实需要更新了，尤其是蜘蛛，穿得跟个时尚界的噩梦似的。在他们离开之前，势力想要送给他们一些礼物，所以让他们不必有任何负担，尽情地享受购物的乐趣。势力的前男友在网上发文想要与他复合，洪组长立刻把文章投影出来给势力看，势力无奈地反驳称那可能写的是别人，但文章内容显然是描述他。不怕事的洪组长还不断追问细节，甚至揭露了势力过去的一些秘密。势力急忙关掉了电视，他开始焦急起来，赶紧让洪组长他们离开。洪组长在离开前还叫郑和一起走，却被势力拦下了。洪组长满脸困惑，办公室里终于只剩下他们2个人。郑和显得有些嫉妒，势力告诉他，如果郑和早点出现，他们就不用等那么久才能相遇了。这番话立刻让郑和心花怒放，紧接着他们开始享受正常情侣的日常生活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开车去郊游。郑和告诉势力，他曾逃课去郊外拍照，看到了一个犹豫着是否要从桥上跳下的女孩，那个女孩正是他的理想类型。这时势力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一边说着，势力终于想起那个女孩就是自己。他们究竟见过多少次面？势力感觉到这一刻他的生活达到了巅峰的幸福。势力和郑和步入了一家餐厅，在那里 F5正在兴奋地观看足球比赛，看到郑和，他们2人很快就加入了 F 的队伍。情境突然转变，他们的脸上露出了认真的表情，原来他们在玩电子游戏。快点喝，赶紧喝完，1杯不够，3杯刚好，输掉游戏就得接受喝酒的惩罚，这是众所周知的规则。他们玩得太尽兴了，势力天天都在和人告别，或许这不会是最后一次，但总得在还可以告别的时候先说一声再见。时间不多了，他们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。为了避免其他人知晓，他们准备了另一辆车。郑和没有打算和 F5一起离开，满腹把消息传递给了赵卡车。二哥用见父亲的借口把势力骗出门，这一切都是他和赵卡车事先策划的。等势力一出门，满福立刻把他的行踪告诉了赵卡车，然后 F5迅速地跳上势力的车。原来满福早就告诉了郑和赵卡车对自己的威胁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郑和精心布局的局，他在等赵卡车上当。赵卡车在势力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，并且安排了几辆车追踪并拦截势力。一伙手持武器的混混从车里出现，他们正向势力靠近。突然 F5的成员从车里冲了出来，在另一边，郑和前去赴吴科长的宴请，没想到竟是一场设局。郑和一步一步走过去，最终面对面遇见了赵卡车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对决。郑和的战斗力爆表，但他们毕竟人少势薄，匆忙逃跑的吴科长一出门，正好撞到了 F5。此时势力找来的租客也赶到了现场，他们加入了 F5的行列，开始帮助郑和对抗敌人。他们的力量已经不亚于赵卡车的势力，很快现场变成了一片混战。赵卡车趁乱挟持了满福，并成功逃脱。在外头等候的势力看到逃出来的赵卡车以及紧随其后的郑和，心中充满了担忧。就在赵卡车举枪对准郑和准备射击的瞬间，势力驾车挺身而出，挡下了子弹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郑和难以置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当郑和打开车门时，势力慢慢地倒在他的怀里，他的衣服上满是血迹。此刻的他宛如一位沉睡的美人，而郑和则紧紧地抱着他。他急忙将受伤的势力送往医院急救。势力的生死现在还是未知数，情况十分危险。郑和在失去哥哥之后哀伤到了极点，他曾下定决心，以后要过一种无需太过在意他人的生活，可能无忧无虑才能活得轻松些。直到势力如流星般闯入了他的世界，他的心中开始萌生爱意。现在的他只想要有势力陪伴的日子，他迫切地憧憬着他们的未来，并祈求着势力能够挺过来。势力的家人已经抵达医院，郑和只能在门外远远地注视着他。F5的成员们在医院楼下焦急地关注着势力的情况。已经3天过去了，势力依旧没有醒来，他们悲伤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。因为势力的受伤，他们也错失了返回国家的机会。郑和始终守候在势力的病房外，大嫂和二嫂看到后，开始向洪组长打听郑和的情况，并请求洪组长将郑和的简历发给他们。二嫂，你该做个明事理的人了，这时候还想压一压势力？要知道，洪组长是直接听命于势力的，他并没有向他们2位妥协。警方开始向郑和询问事故的详细经过，毕竟在首尔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是极其罕见的。随后警方要求郑和出示身份证明，他便将自己的证件交给警察检查。原来他是个有合法身份的人。郑和向警察建议调查一下事发现场附近那些没有执照的医疗点，因为赵卡车受了枪伤，普通医院不可能接纳他治疗，赵卡车很可能躲进了附近的某个诊所。警察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个角度，也就错失了最好的逮捕时机。郑和的二哥二嫂又来捣乱了，利用势力昏迷不醒的时机，他们把郑和解雇了，并且把所有的人都换成了他们自己的人，连洪组长也感到很无奈。于是郑和只能在医院外面等着。在医院里面，势力的病房里，2位哥哥还在争吵着是否要更换警卫。突然之间，势力的手微微动了一下，没过多久，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看到眼前这些让人心烦的家伙，强势的势力直接叫他们滚出去。他马上给郑和打了电话，
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自己的思念。郑赫一听这话，立刻冲向病房，看到刚刚苏醒的视力，他心里非常难过。视力伸出双手，郑赫走了过去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他向视力表达了自己的爱意，因为他怕没有机会说出口。这时候 F5 的成员匆匆忙忙地冲进了病房，看到他们俩相拥在一起，不忍心去打扰，便轻轻地把门关上了。突然，视力看到了门外的 F5，他招呼他们进来。几人走进病房，本来想和视力拥抱，但是被郑赫以受伤为由给挡了回去，然后改为了握手。郑赫还没来得及告诉 F5，他们怎么会知道视力醒了呢？满福因为担心视力的安全，曾假扮成清洁工潜入了视力的病房，暗中安装了监听器。这样一来 ，F5 在楼下就能实时监听视力的一举一动，所以他们在没有人通知的情况下，也能了解视力的最新情况。满福将录音记录交给了视力，告诉他里面有些东西他必须得听。视力通过这些录音听到了妈妈的内疚和忏悔。记得小时候，妈妈曾带他去海边，那是因为妈妈一度不想活下去了。后来妈妈回心转意去找视力，但那时候视力已经不知去向。母亲在录音中郑重地向他道歉，视力心中的结终于得以释放。他在病房里大声地哭泣。待视力哭累了，郑赫走进了病房。视力开玩笑说伤口太大，以后不能再穿比基尼了。郑赫立刻掀起衣服，展示给视力看自己身上的伤痕。那一刻就像是比伤痕的现场，郑赫还假装脸上也有伤。当视力仔细查看时，他突然趁机亲了他。就在两人深情凝视之际， F5 进了病房，看到衣衫不整的郑赫，气氛显得有些尴尬。他们两个开始解释不清，视力准备起身，却被郑赫立刻制止，温馨提醒他不要急于动弹。F5 立刻停止了手中的动作，集体关注起他们来。郑赫要视力握着他的手慢慢起身，一边交代着注意事项。周围的人又是一波狗粮，受伤的视力不必亲力亲为，郑赫会帮他做好一切。只要视力想到，郑赫就会立刻去做。在郑赫心中，他的眼里唯有视力最重要，其他人仿佛变成了空气。二哥来探望视力，却被郑赫拦在了门外。他怒火中烧，打算教训郑赫，结果没几下就被郑赫制服了。二哥灰头土脸的走了。父亲带着警察来看望视力，他们怀疑枪击案的嫌疑人是来自朝鲜，询问视力是否有所了解。视力把家人都叫到了一起，拿出了那份录音。录音里是二哥和二嫂策划害他的证据。真相大白，全家人都惊呆了。父亲立刻免去了二哥的职务，决定召开董事会，更换新的代表董事，与二哥彻底决裂。伤心欲绝的妈妈站起身，给了二哥一个耳光。他太失望了。警察离去时和郑赫擦肩而过，似乎有所觉察。郑赫召集 F5，吩咐他们守护视力，不得离开病房半步。如果自己没能及时返回，让 F5 必须返回朝鲜。郑赫走出了医院。由于二嫂的举报，警察开始关注郑赫。郑赫通过关系联系到赵卡车，他押上了所有筹码。你能想象局势有多紧张吗？屋里的两个男人已被警察重重包围，命令他们放下武器，狙击手也已就位，只要有丝毫异动，他们将无处可逃。突然，赵卡车孤注一掷，抽出了枪，试图击杀郑赫，但敏捷的郑赫躲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屋外的狙击手也开火了，赵卡车瞬间中弹，身体如筛子般被子弹穿透，身中无数弹孔。郑赫在地面翻滚，以躲避子弹。临终前的赵卡车还想对郑赫进行最后的打击，他把郑赫和视力的资料发送回了朝鲜。如果郑赫回国，他的父母也会卷入其中，他打算托郑赫陪葬。最终，赵卡车就这样陨落了。郑赫也深受打击，心情极其复杂。为了不让家人受牵连，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却在最后关头被赶到的警察阻止。受伤的视力在等待郑赫回来，他给他打电话，却发现手机已经关机。外面雷声轰鸣，大雨倾盆而下，视力感到不安。警察来到了病房，带走了光范和满福进行调查。在离开之前，还安慰视力，告诉他自己会没事，让他留在医院，不要跟随他们。但视力怎能坐视不管？他迅速拔掉插在手上的针管，艰难地离开了病房。走廊里的智珠等人也被警察发现，他们立即逃跑。智珠准备好了以身犯险，决定引开警察的注意，为注墨和银洞创造逃脱机会。智珠刚一出现就遭遇了警察，他惊慌失措，跑进了死胡同。警察没有紧追，等待他自己束手就擒。最终 F5 全部被捕。这时不顾自己伤势的视力也来到了大堂，他想跟着去警局亲自解释一切。冷酷的二哥和二嫂在楼上冷眼旁观这一切，幸亏母亲及时抓住了视力。这场混乱之后，视力的伤情更加严重了。另一方面，郑赫也被警方带走。这里是韩国的国家情报院。F5 成员进去后更换了衣物，接受了一连串体检，随后被带入一个屋子。警方给智珠戴上了测谎器，他本以为会遭受逼供，内心极度紧张，表面上却假装镇定，结果立刻被识破。哥哥和嫂子来到病房，向视力询问关于郑赫是间谍的事，同时告诉视力，无耻的二哥和二嫂又在算计他，一旦人的恶行曝光，任谁都会羞愧得抬不起头。他们却好像无动于衷，还试图摆脱教唆谋杀或绑架的嫌疑，想要塑造自己为反间谍的爱国者形象。通过分析政府的手机定位数据，追踪到他的行踪，监控拍到他一直在帮助困难之人，并没有做出任何坏事。
上司气愤不已，质问：这难道是选拔行善者奖的候选人吗？还是在选出模范市民？怎能拿这样的视频来看？郑赫独自一人望着窗外。不久，警察进入房间，开始正式审问他，询问他非法进入韩国的动机。郑赫保持冷静，想要保护自己的父母，避免势力受到牵连，以及不让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受害。他准备独自一人承担所有责任。郑赫声称，势力是韩国的大财阀，非常富有，他此行是为了争取他的支持，然后将他带回朝鲜。而他的手下 F5 与此无关，他们只是来参加世界工人运动会的，因为政府需要人手，硬是要把势力带回北方的家乡，因此将他们一并卷入水中，阻止他们按计划返回。势力一旦得知真相，便立刻替郑赫辩护，声称是自己藏匿了郑赫，并承诺要安全送郑赫回家。两人的陈述大相径庭，警察也摸不着头脑，因此决定让他们面对面对质。为了打消势力的念头，郑赫说出了许多不真诚的话。他明白势力的不同凡响，承认利用了势力，并且强调自己来韩国并非为了保护他，而是为了复仇。势力伤心欲绝地离开了。然而他已精疲力尽，最终没能承受这压倒性的打击，倒地晕厥。郑赫听说势力晕倒，急忙出去寻找，但一切都已太迟，只能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。泪水瞬间淹没了郑赫的双眼。势力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不幸的他患上了败血症，这是一种致死率高达40%的恐怖疾病，能否康复，连医生也无法确切说出。警方恢复了赵卡车电脑邮件中的数据，拿给郑赫看。赵卡车明知自己命不久矣，仍旧对郑赫扣动扳机，因为他已陷入绝境，无法回到北方，在韩国也无立足之地。郑赫陷入沉思，他首先询问的是势力的状况。警察告诉了他事实，此刻的势力再度陷入了生命危机，他已经完全失去意识。势力做了一个梦，梦回遇见龙卷风的前一天，梦中的他知晓即将发生的一切，包括最终的结局，但为了能再遇见郑赫，他毫不犹豫选择了重温那些经历，哪怕时光能够倒流。势力决定再次选择与郑赫相遇。听闻势力病危的消息后，郑赫匆匆赶往医院，站在急救室外望着势力，他心中充满了悲伤。假如能时光倒流，郑赫宁愿不曾遇见势力。李富德熙、郑赫他们在韩国被当作间谍捕获，而朝鲜也扣有被指控为间谍的韩国人，于是决定进行人员交换遣返。但军事部长却认为李富这是为了掩饰儿子被女性迷惑、背叛国家的行为，认为这样的交易很亏本。李富用军事部长和朝鲜逃犯赵卡车保持联系的证据，迫使他接受遣返条件，但遣返的具体地点和过程必须由军事部门独立操作。最终双方达成了遣返协议，郑赫和 F5 团队才得以坐上返回国内的车辆。他们庆幸势力终于度过了难关，已经恢复意识。这一次离开后，可能就无法再有联系，大家心中都有些忧伤。同时，护送的车辆继续前行。在另一方面，势力的母亲来到病房，告诉他郑赫即将被立刻遣返的决定。势力误以为是郑赫坦白了真相，才换来了返回的机会。他回想郑赫之前的话，宁愿破坏我的人生，也不想再见到你这样痛苦。势力决定不去送郑赫，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病情。母亲向势力透露，郑赫其实早已知道一切。在势力昏迷的日子里，郑赫日夜不休地守在他身边，直到势力睁开眼睛，他才悄然退到一旁，确认势力平安无事，这才依依不舍地随警察离开。得知这一切的势力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亲自送郑赫最后一程。他渴望再次见到他，母亲也支持，决定开车带势力去。在出发之前，催促势力快点准备，就为了那一面。为了告别，母亲驾车飞驰，只希望能更快地到达。时间紧迫，转瞬间，护送郑赫的车已接近边境，抵达南北出入境管理所。一旦过了那个界限，就是朝鲜的地界。郑赫与队伍一同下车，就像高空的大雁在为他们鸣别。这时，双方人员已在边界线前列队，距离约定的时间仅剩5分钟。警官本想争取让郑赫见到势力，但朝方并不同意。势力能及时到达吗？就在这朝韩军事边界线上，双方正在进行人员交换。F 队员陆续通过了界限，郑赫有些犹豫，但最终还是坚定地迈不过线。这时，势力和母亲急匆匆赶到，听到汽车的声音，郑赫转过身来，看见势力从车里走出，朝方正准备对郑赫采取行动。势力满心疑惑，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们，他急忙向郑赫跑去，看到他的身影，郑赫心急如焚，他的伤势还未完全恢复，这样狂奔对恢复无益。于是，郑赫挣脱束缚，跨越边界线，向势力奔去。紧张的局势笼罩着现场，但他们只看对方，视若无睹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这种两情相悦的景象如此动人，势力担忧郑赫被带走会有危险，不愿意让他离开。郑赫却淡定表示一切都会好的。他同时也为之前的冷言冷语向势力表示歉意，向势力深深道歉。他们互诉衷肠，表达了彼此的爱意，但郑赫终究还是被迫离开。在他即将离去之时， F5 的其他成员也向势力道别。势力目送着他们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悲痛，接应郑赫和 F 的车辆把他们带到了一片荒芜之地。就在这时，军事部长也抵达了现场。他们原本应该直奔平壤，怎么会在这里停下来呢？
看起来军事部长有意在此秘密处决他们。计划刚要实施，满福赶紧跑了上前，挺身而出保护郑和。郑和不忍满福为自己牺牲，立刻把他拉到了自己身后。枪声轰然响起，军事部的人员转瞬间被包围。李父带着枪英勇登场。李父严正声明，郑和和同伴们不能被直接枪决，必须经过调查和审判，否则可能会错杀无辜。但如果当场看到有人要害自己的儿子，那无辜与否也顾不得了。李父大步走上前，军事部长被吓得连连后退。突然，他试图拔枪射杀李父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被李父先一步制服。郑和看着自己的父亲，震惊不已。在家中等待的李母听到外面的动静，急忙抓起桌上的药品。幸运的是，郑和父子及时走了进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李母激动地抱住了郑和，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。势力刚从医院出来，便直奔李父的家。他已接受国情院的调查，即将面临起诉，因为违反了国家保安法的不告之罪。不过判决可能会考虑缓刑或者罚款。父亲决定让自己的律师为他辩护。不久之后，警察将吴科长带走了。千社长通过某种手段，将他们的交易和通话记录发送给了势力。吴科长原来是受二哥和二嫂的指使，他们涉嫌教唆谋杀和教唆绑架，以及为罪犯提供帮助，目前已被警方带走调查。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他们最多将面临10年徒刑。他们已经成为了其父亲的牺牲品。你见过这样的服务吗？竟然能预定1整年的手机短信。势力准备上床睡觉时，收到了郑和发来的信息，这实在是太神奇了。从那以后，势力经常会收到郑和的各种短信，他总会去查看这些信息，这成了势力的精神支柱。早上，短信会提醒他不要空腹出门，开车时也会提醒他安全驾驶。每当想念之情油然而生时，他们就会仰望天空，相互问候。在芒种这天，郑和送给势力一盆花，让他好好照料，开花后就会知道是什么花了。势力每天都会细心地照顾他，给他浇水、晒太阳，每天对他说10句美好的话，一句也不能少。而势力送给郑和的西红柿苗也已经结出了果实。工作之余，势力也会抽时间做做体操。他害怕自己难过时，郑和也会感到难过，所以他尽量保持微笑，努力去感恩，努力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在生日那天，势力收到了郑和的祝福短信，因为预约的短信发送时间已经结束，这是他发送的最后一条短信了。郑和送的雪绒花开了，他们约定在雪绒花盛开的国度相见，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。他们都按照各自的时间表来安排，顺其自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。村里的大伙儿和 F5在郑和家里聚会，郑和按照命令退伍了，准备去国立交响乐团当钢琴师。智珠被提拔成了新的中队长，但大婶们似乎对他不太买账。天黑以后，郑和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。他大概不喜欢告别场面。自从二哥和二嫂被捕以后，势力的家变得其乐融融，与家人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。年初，势力去了瑞士，一个人在街头漫步，走到了和郑和初次相遇的湖边，但他并没有遇见郑和。势力每年都会去瑞士一次，每次都会发布新闻广告。他这样不断地向郑和发送信号，但无法确保他看到了新闻，也无法确保他能来瑞士。每次去势力都失望而归，但就是这样等待郑和，给了他活下去的力量。他相信，无论自己在哪里，郑和最终都会找到他。他们终有一天会重逢。看着这样的势力，他的母亲始终给予他支持。雪绒花代表着珍贵的回忆，但势力不想只将郑和留在回忆里。因此，如果今年见不到，就期待明年或者后年，直到相遇为止。他会一直等，始终祈祷。这一天，势力再次来到瑞士滑翔。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最后降落时出了点问题，他被滑翔伞绳缠绕。当势力自言自语时，一个男性的声音响起。他迟钝的终于意识到郑和就在前方，不敢相信的他赶忙跑过去，紧紧拥抱郑和。他们相互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，然后在这片美丽的风景中热情的接吻。